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读书频道。这是新的一期的内容，这一期与以往不同，我会用简短的时间为大家分享读过的一些好书，为大家带来这些好书的精髓。当然，内容仅供参考，我的解说很大程度上也是借鉴了网络上的资料。如果对我推荐的书感兴趣，喜欢的同学们可以去购买全书阅读。好，那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名字叫做《金融的本质》。它为我们解答了金融危机是如何产生的，以及美联储是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的。这本书是关于美联储的中央银行金融史，也是应对金融危机的历史政策演变史。首先，我们还是和以往一样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吧。这本书的作者本·伯克南是美联储的前任主席，在2009年的《时代》杂志风云人物上，连续3年都入选了福布斯全球人物全史的排行榜前10名。他也曾执教普林斯顿大学17年，是知名的宏观经济学家。好的，那么这本书呢，它为我们讲解了金融危机是如何产生的，以及美联储是如何应对这些金融危机的。在2008年的时候，金融危机大家都知道，自从它发生之后，美联储再一次成为了全球公众的焦点。那么，美联储到底是怎样子的一个存在呢？它和金融危机又有什么样的渊源和纠葛呢？美联储的前任主席伯南克，也许可以告诉大家这个答案。《金融的本质》这本书是美联储的前任主席伯南克所写的。他在金融危机之后，系统地分析了美联储和金融危机的内在联系。在这本书中，他详细地解读了金融危机和美联储的渊源与纠葛。我们可以通过阅读了它来明白，当金融危机来临的时候，作为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进行应对。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吧。这本书的第一部分为我们讲解了金融危机的本质和应对的措施，第二部分为我们讲解了美联储和金融危机的渊源与纠葛，剩下的第三部分叙述了美联储是如何正确的防范和应对金融危机的。首先进入我们的第一部分，金融危机的本质和应对的措施。说到金融危机，大家都不陌生，但你知道的金融危机到底是什么呢？估计这也比较难说清楚。其实金融危机不仅仅是股价的暴跌、企业的倒闭那么简单。作者认为，金融危机的本质是一场信任的危机。当市场对金融机构失去信心的时候，就会引发这种危机。比如，现在媒体爆料说哪家银行的内部出现了大问题，马上要倒闭了，那储户们就会一窝蜂的去取钱，而银行越流应对越流动性的资金却很有限。为了获取更多的资金，银行就不得不去变卖资产。但是如果变卖到的现金不能满足储户的需求，那么储户就更加相信银行要倒闭的事实了，于是就变得不那么信任银行。但更要命的是，不信任这件事情就像流感病毒一样，它会传染。对于一家银行失去信心，很容易会影响到大众对其他银行也失去信心。这样一来呢，整个金融系统就会乱套了，而金融危机也就随之爆发。所以说，金融危机本质上是信任危机，应对它的关键是重塑信任。这就意味着银行需要满足储户们要钱就有、及时兑换的这种能力。但要做到这8个字，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容易，这需要银行背后有很强大的资金后援。简单来说，就是需要一个能随时出手给银行提供资金的弹药老大。这个老大就是所谓的中央银行。在金融机构遇到麻烦时，中央银行就会作为金融机构的最终贷款人，向金融机构提供资金。不过，银行想要这笔钱，就得遵从2个原则：第一是想让央行提供应急资金，必须有足够的贷款或资产做抵押；第二是
央行提供的应急资金要收取较高的带有惩罚性的利息。英国权威经济学杂志《经济学人》这本杂志的传奇总编白之浩曾经就提出了一个原则，叫做白之浩原则。简单来说，就是如果出现金融危机，央行只要大量的放贷，市场就会重建信心，再大的金融危机也会过去。在美国，这个老大就是美联储。在美联储出现前，美国也发生过许多次的金融危机，不过并不是很严重，几大银行之间互相帮忙也就挺过来了。直到了19世纪末，美国的金融危机已经到达了终点，所以才会诞生美联储这个终极大 boss。虽然美联储在1913年才成立，成立的时间也并不长，但是它从诞生那天起便注定了它会身兼重任。那么第二部分，美联储和金融危机的渊源与纠葛是什么呢？很多人对于美联储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解，认为它能够包治百病。但事实上，100%遵从白痴号原则并不能完全平息恐慌、重建信心。也就是说，它并不能一次性的解决所有的金融危机问题。比如1929年，美国爆发了一场超级大规模的金融危机，来势汹汹，美联储几乎没发挥任何的作用。因为当时美联储成立没几年，经验不丰富，对形势的判断也并不充足。而且当时的金本位制度规定，发行每1块美元都有法定的含金量，这时到银行取钱就等于取黄金，而美联储能够提供的资金总量就受限于它持有的黄金总量上限这个约束。一旦遇到了金融危机，美联储如果没有足够的金子，就束手无策了。后来美国把这件事情吸取了教训，打破了这种限制。在1933年，罗斯福就废除了这种金本位的制度。之后遇到了金融危机时，比如我们都熟悉的2008年金融危机，美联储就大胆的增发货币，并且向市场注入大量的资金，这有效的控制了恐慌的情绪。不过也有人要问了，为什么美联储就不能够见死不救呢？让扛不住金融危机的银行淘汰出市场，毕竟这样才符合优胜劣汰的原则呀。但是另一点是，如果这家金融机构在金融系统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那又会发生什么呢？一旦它倒下了，整个系统都会受到牵连。所以不管这些金融机构遇到多大的危机，不只是这家遇到了多大的危机，美联储都必须硬着头皮的去营救它，否则损失的便不是这一家机构而已了，甚至会也一定会牵连一大片，导致整个社会的动荡和信任危机。那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什么样子的情况呢？这次的危机和以往的所有的金融危机都有不同。之前的金融危机主要是一些公众排队取钱，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却是几大金融机构之间的互相拆台所导致的。比如房利美和房地美互相拆台，就可能产生可怕的连锁反应。如果这时对那些特别重要的企业倒闭置之不理的话，那么这场金融灾难就会一发不可收拾的。所以美联储就必须实行营救计划，可不能见死不救。而美联储向这些机构提供大量的资金援助，归根结底来说，是因为这些机构出现了错配的问题。错配指的是资产错配，是说金融机构常见的一种风险。简单来讲，是商业银行吸收存款的类别比短期存款，而放出去的类别却是长期的贷款，这是非常常见的资产错配，但并不是无药可救。因此，美联储对他们施以援助后，就能帮助他们脱离困境。说到底，美联储的主要职责就是在金融危机来临的时候，分析清楚各方的形势，然后制定方针，有效的应对金融危机，做一个强有力的幕后终极大 boss。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第3部分，
本书的第3部分讲美联储是如何正确的防范和应对金融危机的。金融危机是一种特殊的现象，它不会天天发生，而美联储是针对解决金融危机而设的机构。那它平时在做什么呢？这就是说美联储的另外一个职能了，监控金融系统，保障经济的稳定增长。在金融危机来临时，美联储就会像急诊医生。那它在平时监控时，怎样子预防金融危机呢？这和美联储最重要的杀手锏货币政策有关。我们拿通货膨胀来举例吧，它与货币政策息息相关。如果货币政策宽松，那么通货膨胀率就高一些；如果货币业政策紧缩，那么通货膨胀的率就低。而美联储运用货币政策的目的是让美国的经济可以健康的发展。如今，全球的金融系统都变得越来越复杂了，美联储必须使用更多的智慧去承担这些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够应对瞬息万变的金融市场，有效地预见危机的发生。而美联储的职责还任重道远着呢。说到这儿呢，这本书的内容差不多就讲完了。下面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吧。首先，金融危机的本身，它是一种信任的危机，而应对这个危机，需要一个终极大 boss， 也就是美联储来应付和帮助。需要美联储用最终贷款人这个工具，并遵从白纸号原则。其次呢，我们讲了美联储的主要职责是在金融危机来临时分清楚各方面的形势，然后制定方针，有效的化解危机，做一个强有力的幕后推手。最后，我们还讲解了美联储的重要职能是监控金融系统这一点。监控金融系统，保障经济的稳定增长。而美联储在平时的监控时，通过杀手锏便是通货膨胀，来预防金融危机。好了，那么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我的频道。那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